各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帅，你是除了跳舞还要唱吗？都会。这个声音天生就是这样吗？嗓音和脸型就是微微处理了一下。你指的微微处理一下是指微整形？对。扮上了我们就不能放过你，来一段好不好？可以。今天带一个什么绝活来？黛玉葬花。黛玉葬花，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有请王帅，有请。一年三万有时，风高霜天炎相无意花树飘洒泪，洒上同志鲜血痕。他现在应该已经在人物当中了，还沉浸在黛玉葬花的悲伤之中。他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有怎样的困惑呢？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请王帅去休息一下，换一下妆，好吗？有很多人质疑我，说我上这么多节目，就是为了炒作自己，想红。只有菲菲最了解我。妈妈每次打电话都说我，你个不孝女，好几次都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如果说可能的话，我今天要给他一个承诺。之前上过一个节目，他妈妈对我的态度有一点点缓和。我就告他，我只是菲菲，你刚好他能笑话吗？他没有跟我掉的果子。如果您肯接受王帅的话，你觉得王帅必须做到什么？您有条件吗？他必须知道我对我家菲菲好，让我家菲菲想。下了节目回到家，他跟我说要跟我分手，我特别不理解，两个人在一起都4年多了，什么苦都吃过，为什么却说出要跟我分手？我想问清楚。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我们看了一下王帅刚才的表演，那是一个跳黛玉葬花的一个柔情的女人。她换了妆之后，再次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见到的是另外一个人。来，有请王帅。你为什么老戴帽子啊？由于演出要去沾一些东西，然后头发就越来越少。而且熬夜呀，都特别辛苦，有的时候吃饭也不稳定，营养跟不上嘛，也是，反正种种原因，把自己身体折腾得一塌糊涂。其实人们在台上看见的一个演员看他多么华丽多么漂亮，但是生活当中不一样。我特别想问小帅，今天来是为什么？不是你已经在节目里向你的女朋友求过婚了吗？本来我们充满着幻想，以为
日子真的会一下就风调雨顺，一下就一切美好都会降临到我的身边。但是当回到家的时候，一切梦又回到了起点。生活毕竟是生活，台上和台下还是不一样。你是学舞蹈的是吧？接触过。接触过。对。说你家庭条件特别不好是吧？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像人家说的，就是外边像大雨，家里像小雨。而且我们家基本上就是没有玻璃，就是报纸。跟父母在一起也很少，因为父母要挣钱，然后就一直跟奶奶长大。那你那些衣服要花很多钱吧？我不仅仅是衣服要花很多钱，我也要很多次失败之后，只能会有一次的成功。因为我不可能去服装设计师，假如说服装设计师在北京、在上海、在杭州，所以做回来不是小就是大，甚至我们被骗了无数次。有的时候我给他打过去钱，他不给我衣服，然后手机关机，你就联系不上他，然后你就自己吃哑巴亏。今年27岁了是吧？未来的理想是干嘛呀？以前有过明星梦，但是现在说实话也有，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做不了，要力气没有力气，要智商没有很高的这种修养，但是我唯一的就是我天生我就会唱跳，而且特别有悟性，就是一点就通。所以说一直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在这碗艺术饭当中能有我的立足之地。遇到再多的困难，再多的苦，我都不在乎。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王帅的女友菲菲，来有请。菲菲26岁，来自山西，现在待业啊。来有请。你好。你好。没工作是吧？就跟着他。从4年前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拎着2个皮箱四处漂泊，每次都是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就要去另一个地方。每次看见车都害怕，都对火车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你当时怎么爱上他的？当时就是通过网恋嘛，那会儿我是短头发，品性那些之类都不是好，然后我认识他之后，他帮我纠正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任何人见了我说我以前短头发，然后不是一个好孩子，然后别人都不相信，说是你这样子温柔女人怎么可能是像你以前那样子呢？那样子，然后就是他感动了我，然后帮我改变了我的一切恶习。你就爱上他了？对呀，因为刚开始他演女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跟他2个月之后才知道的。我说我支持你，这也是一种艺术。王帅属于特别孝顺的孩子，然后他妈靠捡破烂把他供出大学本科来，然后现在还在摆地摊。冬天非常冷，他妈冻的那2个脸，哎呦紫的，我们看着都心疼，不知道怎么去心疼他。那你们就好好工作呗，还让老母亲这样干嘛呢？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就是想让他换一份工作，放弃这个反正是我们能多一点时间待在母亲的身边，然后多一些时间去照顾母亲。不是，你觉得我换什么呢？我们开婚庆呢，你又会主持，又会唱，又会跳。每次你看着你的母亲大中午太阳晒成那样子，躺在地下睡觉，你心里不心寒吗？那是你的母亲，我都看着我心寒，我都心酸，我都替你心疼，你怎么就能没有反应呢？那是生你养你的亲生母亲呀。我有反应。你有过什么反应？每次都是这样子，没钱了没事儿，妈妈给我2000块钱，妈妈给我5000块钱，妈妈你给我1万块钱。妈妈支持了你，支持的够多的了，你应该觉悟了，你的明星梦你该清醒了已经。你一开始跟他走，我资料上面看到是私奔是吧？你妈妈现在还不同意吗？我妈妈现在同意了已经。那你们俩不是没什么障碍了吗？今天来这儿干嘛呢？我就是想让他放弃反串这个行业。我觉得行业有很多，行行都能出状元。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那方面就不是我的强项。你非让我去干那些工作，我跟你说，反串也同样是艺术。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我就能起来，我就能火。你好意思说？那天多少次了？上节目要交4万块钱的报名费。当时他就没有跟我说，然后他就冲昏头脑了，然后就直接就跟他妈妈说，然后他妈妈就给人家把4万打在人家卡上，然后打完之后，人家现在手机都停机，一直在关机。报警啊！我们都不知道人家是哪里的，去哪儿报警。
急死我了！真的，因为这几万块钱，我们都差点跳楼了。你还不清醒，还要继续做你的明星梦？你做到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呢？那我不能说，因为我一次失败，我就彻底爬倒，我就不起来。你失败了多少次了？4年了。我就不信我这一辈子，我拼到40岁，我还是爬在地下起不来。每个人只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努力，我就通过这个努力，我觉得我能起来。哎，他现在请他演出的人多吗？没有。我们都半年没挣钱了。有的演出我不愿意参加。为什么？那种生活我不要，我演的就是高雅艺术。那李玉刚就是那样子呀，人家也是从50、100、300、200起来的。小钱看不下去，你能挣下大钱？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说说，你现在兜里和卡里有多少钱现金吧？有没有500？我现在没有，我现在1分钱没有。我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奋斗目标。你4年前就是这样子说，4年以后还是这样子说。那是因为4年以前好了还有点钱，想吃点什么肯德基之类的还能吃起。现在呢？现在着了急2个人分一袋粉，你不心酸呐？开着这些日子。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想过要离开，但是毕竟时间长了，总有些东西放不下。如果说他离开我，我就早就死了。那你就为他放弃一点呗。他离开你都死了，你还不为他？但是我离开反串，我也活不了。我说过让你离开反串没有？我说让你回家陪陪父母，在家里开个婚庆公司。我们那边人根本就不接受这个行业。你可以去我家那边开呀。来，接下来我们先把菲菲的妈妈给请上来，有请菲菲的母亲来。你好，满意她吗？以前不满意，现在还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满意了？去了那个梦想秀台，开始满意了。哦，为什么上了那个节目就满意了？因为以前我们在外地漂泊，跟我的那个丈母娘见的时间几乎等于0，就是沟通越来越少。其实有的时候我心里也有很多话，我也知道菲菲跟着我特别不容易。刚才您女儿说，希望你未来的女婿能到您那边的老家去开一个婚庆公司是吧？是的。您同意和支持吗？同意，现在同意。这个女婿如果进门的话，您同意吗？同意。也同意啊，在您这儿等于我支持我的女儿，支持女儿，为了我的女儿相逢。好嘞，谢谢您，请回哈。今天好像王帅的母亲是不是也来了？来，我们有请王帅的母亲。您好，说您对儿子的这个事业特别支持是吧？是的。您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您喜欢吗？喜欢。那他现在要求您儿子找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些经营活动，同时不放弃反串，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他每年过节都不在家。这父母的也。你也希望他回去是吧？对，他的挣钱多少我们不在乎，可是拿父母来说了，过去不在家，可就有点难受。您现在是希望他能够回到老家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他们要一个固定的收入，有个家了。毕竟50多岁了，我也顾不了他们了，是吧？您的态度我们明白了，谢谢您，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这一对恋人找到一个平衡点。一起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卷。苏老师，你先说说吧。我听王帅说的这一些，所有的这个他所接触到的这个文艺的生态圈子，我完全没听过。什么参加节目一定要花钱，买服装是可以先把钱打过去，没看服装就可以打钱。所以我脑海中有好几个问题想问你：第一，你认为的成功到底是什么？第二，总结这么多年的失败经验，你觉得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你有没有总结？目标是什么？其实我的目标都是舞台，我觉得脑子里边除了舞台以外，什么都没有。不是的，不是的。第二个问题呢？你回答一下。完了，我失败了，就是哪怕就是我知道我这次错了，但是我还会犯。我知道就是老在一个地方摔倒呗。挺恨我自己的，就是感觉到怎么这么固执，就是明明被骗过一次了，别人再来诱惑我又被骗，他们就可能就抓住我特别自我。
我觉得你脑海中是一片混沌的，特别乱，你完全没有真的特别想乱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也完全没有理性的分析通向你的成功道路上应该怎么做，你生活都不去客观的分析，哪怕说你分析不清楚，你听听周围的人，你的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的朋友很少，没有人跟我分享这些，然后有的时候脑子一发热，然后自己就这么去做了，我就发现我干别的我干不了，真干不了。我真替你着急，其实这跟你无关。我太痛恨有一些传播方式了，太遭恨了，你知道吧？从来不告诉年轻人全貌是什么，他只给一点，然后害了多少年轻人啊，只难受死了，心里憋屈死了。不说了，马丁老师，我今天有点着急，关于他来。王帅是这样，我只说我看到的哈。妈妈，你用他对你的爱，你在榨取他，你在啃老。爱人、女朋友，你在利用他对你的爱，寻求你生活和情感上的支撑。舞台，你在运用电视对你这样相对比较稀缺的人物的关注，博自己一个出位的机会。我不是想出名，不演这个我又干不了别的，我只能演这个。我现在属于那种所有这行业都不适合我，然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选来选去，我只能演这个。别的行就养活不了你自己了，我才不信呢。干什么养活不了自己啊？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你不想，所以啊，你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你想过一个在舞台上光鲜又能挣到钱的生活。关键你没这个途径，你没这个能力，你靠榨取别人、榨取母亲、榨取爱人，你靠那个来支撑自己不切合实际这个虚幻的梦。你是大老爷们儿啊，你再怎么反串，你再怎么美，你是个爷们儿啊，对不对？你应该自食其力吧。你所有打着华丽外衣，我要追求梦想，就刚才赵川说的，现在有一些成功学或者说明星梦。把这些孩子们都已经骗的，哎呀，我要成明星，我有梦想，年轻没什么不可以，我一定可以的，相信我，你是最棒的。就说一个特别小的事儿，今年伦敦奥运会为什么英国人在主办的时候最后获胜了？有很多的花絮，其中有一个片段，我在看这个申奥的这个相关的报道的时候，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说英国的很多孩子都希望一夜之间都成为明星。很多人忘记了生活本质的快乐，所以他们要在这一次的奥运会提倡体育和人文的一种更加的沟通，让孩子们是青少年脚踏实地的往前走。这是今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最大的主题，在申办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我心疼在什么地方？马丁老师说那个完全知道吗？贴片子，戏曲演员讲贴片子，为什么都要刮光？你可以拿刀刮呀，多可怜啊！王帅，你上那些大的节目、综艺节目等等等等，我相信你个人是想通过那个被大家更多的所熟知，对不对？但你今天来爱情保卫战，我们不是为了你成名成腕帮你往上拖呢。你真的面对自己女朋友的这个问题，真的，如果你现在还这样的话，我就一句话，菲菲离开。男人要什么呀？什么才叫男人啊？男人要有尊严，对吗？我知道。要成功，稍等，咱们还不先别围绕那个成功去说，咱们现在谈不上成功。我觉得你连起点，甚至于你都是在做倒退的这些动作呢。你的女朋友菲菲已经说了，几年前咱还有钱呢，现在被您整得没钱了都。还是回到男人，男人能要给予什么呢？一定要给一个家庭的安全感，他没有，但他眼光比你敏锐。他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你听不进去。我就感觉我脑子里边吸收不进去这些知识。你脑子吸收不进去，我一直在告诉你怎么做。我说你以后有什么事跟我商量着，你商量了多少次呀？那你就把你这些事儿都交给他打理，你就不管了，就专心忙你的艺术去，不就得了吗？但是遇到事的时候，我就自己就办了。问题是你每次办它是错的，都是。我想改变。你想改变，你动作了吗？你做出行动了吗？我告诉你，听他们的，因为你现在27岁，不算特别大，你可以拿出1年2年时间去尝试，就做那所谓的婚庆公司也好，做你的主持也好，对不对？其实我感觉我挺害怕那种像那种害怕，谁都害怕。当你要站在你老婆的前面去撑起这个家的时候，不要害怕任何的事情，去做。梦想的事儿我不跟你聊，我也不懂。
但是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关于梦想，不是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我知道台上跟生活中不一样，但是台上我敢，生活中我不敢。宁愿在反串事业中壮烈，也不在现实生活中苟活，是吧？嗯。有一个词儿叫着相，意思是执迷于表象而偏离了本质。你执迷于什么表象呢？从小就有天分，老师和周遭的朋友都说自己不错，很优秀，数次因为阴差阳错而没有登上大的舞台，没有成功，使你后悔莫及，因为没有抓住机会。而你实在的本质是什么呢？实实在在的本质是你确实和那些成功的大家比起来，你有差距，不光是舞蹈功底，以及你所没有看到的那些所谓成功的人背后所付出的理性、智慧和艰苦。如果没有能够体会现实生活当中的艰涩和坎坷，你怎么表达舞台上的华美和绚烂？你如果不能够体会大苦和大俗，你又怎么表现你的大美和大雅呢？演艺圈这个行业，一份耕耘未必会有一份收获，物竞天择未必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你好意思让两个女人每天心酸的流眼泪，去为你那个所谓的梦想去买单吗？你好意思？所以说心中可以怀揣梦想，但是生活必须脚踏实地。王帅，我问一下啊，这么喜欢那个叫什么反串？我不是喜欢反串行业。你是喜欢什么呢？我是喜欢舞台。我可以不演反串，我可以演男孩，也可以演。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扮上女装之后，大家的反应会更强烈一些，就是注意你的眼光更多一些。男孩我也可以跳，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吃香，而且挣的最主要是，你看你自己已经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这才你心里最根本。而且我也知道我反串的也不好，我自己有的时候在台上也特别没自信，但是你要让我去生活中的话，更没有自信。其实我恰恰觉得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去找一些自信，而不是在舞台上面去找这种所谓的人生的自信。我就看着这个，我就特心疼他。你27岁有这么好一个姑娘陪着你，我要是你，我跟你说，我又是学舞蹈的，踏踏实实的我在家里面，我搞一个这个婚庆公司也好，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做教练啊。但是我不想踏踏实实的去，不，你老是说但是我不想，我也不想听你再说了。你就一句话，愿不愿意回去？你迟早要面对现实，长痛不如短痛。我觉得菲菲说的这个跟你那个并不矛盾，咱都务实一点。我觉得有梦想特好。如果你说我就是王帅，就是孤人一个，我去追我的，你愿意怎么追？大家都不说你，大家都说哎呀，王帅好好好，因为有爱你的人，你爱的人，还有你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你这么多年，你自己考虑，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列队。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别的，不是非要逼你放弃反串行业。你不懂得心疼你的母亲，你只会嘴上说。但是我将来如果想要跟你真正在一起过日子的话，我必须得替你心疼你的母亲，因为我看到了她的辛苦。每次你去跟她要钱，她毫不犹豫的给你，你想过她挣这钱的背后的辛酸没有？所以我想请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就是这些。我现在还不想回去。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回去？等到你母亲爬不动的时候，跟前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就是这样，我想再拼一下，我想在外边再闯一下。你拼了多少年了？从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开始拼。大哥，拖累他们拖累的什么时候？你这样拖累家人，你会给我带来幸福不能？你想过我没有？我就要一个温暖的家，你能给我不能？我觉得我能。你说了这句话已经很 N 年了，没有一次实现过，你反而把房子卖了买衣服。兄弟啊，好好想，这么好的姑娘到哪儿找啊？就是放不下，要是放下的话，早就回去了。你想清楚，你是还想那么浑浑噩噩的去熬，还是回到她身边好好的守着她？
你出来就代表你想明白了，你不出来，你走了就代表你没想明白，好不好？你去吧。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觉得这两个人应该继续往下走呢，还是就此别过？来，请选择。现场65.2%的观众朋友其实挺赞成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哎，我有时候就特别奇怪哈，你说越是这样的人，他就旁边一定陪着一个，特别愿意付出的一个女性，这是为什么呢？爱情本来就不是一个能用道理来说清楚的东西。来，一起数5个数吧，5、4、3、2、1，请开门。改不改？我想跟他说，能不能让我把今年坚持下来？如果今年不出，如果今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去家里边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然后陪在妈妈的身边，然后让我女朋友过上幸福的、快乐的日子。真话假话？真话。就到今年年底。对。今年年底再没成绩就回家了是吧？行吗，姑娘？可以。来，快去！到这儿来。宝贝儿来，快。好，谢谢你们，请回。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的礼盒，同时感谢天津东尼佩计算式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一个订婚的一个钻戒。那让我们用掌声祝福他们，共同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求婚时刻。来，一起见证。菲菲。是挺难的，这日子过的，但是有你陪在我身边，这才叫起来。好了，啥也别说了，我相信你。你有要求了吧？不是，你有话了是吧？来，这个王帅，其实我做主持人之后啊，每当站在舞台上，看着下面的双双眼光的时候，我每次都只有一个感觉，就想马上下了台之后，把我所获得这些东西都打电话告诉我老婆，因为我知道当台下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里等我。所以说，爱人是最重要。好，接着你把你老婆抱下来。你看，我就知道让你把你媳妇抱下来。没有抱过，没抱过才要抱呢呀。真抱不动，这可以抱动，这样抱下去。哎。